今天我们来聊聊近期中国社会接连出现的种种危机，包括失踪潮、返乡潮、房市崩，以及各种社会异象同步爆发。这些现象看似分散，却仿佛拼图的碎片，组合出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。中国社会真的快撑不住了吗？所谓灭顶公式是否已经浮现眼前，为这个政权敲响了倒数的警钟？首先，我们从失踪潮说起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中国网络上弥漫着一种诡谲的气氛，传言年轻人正在成批消失。以江西省为例，有消息称，该地区仅9月1个月就报告超过1900名人口失踪，其中多数是青少年。乍听之下，这仿佛恐怖小说的桥段，但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桩桩活生生的人间悲剧。那些失踪的孩子和年轻人都去哪了？有人怀疑被拐卖，有人猜测欠债跑路，还有人担心他们因生活重压选择轻生。但更骇人的一种说法，则将矛头指向一个暗黑领域，也就是非法器官交易的黑幕。中国人对此话题并不陌生。2022年，江西15岁高中生胡鑫宇在校园内离奇失踪，整整100多天后才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被发现上吊身亡，疑点重重，震惊全国。官方虽然判定为自杀，但民间舆论始终难以信服。毕竟，一个阳光少年的生命怎会如此诡异的消逝呢？于是种种阴谋论甚嚣尘上，其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猜测，便是胡鑫宇可能遭遇了器官摘取的黑手。这种传言没有确凿证据支撑，但大众的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事实上，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人口莫名失踪，有统计称，仅2020年一年，全国走失人口人次就高达近100万。即便考虑到部分失踪者后来被寻回或自行返家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此音讯全无。更离奇的是，就在不久前，一段高层对话的意外曝光，给换器官延寿的传闻平添了真实阴影。2025年9月，习近平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北京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时，被媒体捕捉到一段私下交谈。画面显示，普京问及人是否能活到150岁，习近平笑着回应，提到现代医学，包括器官移植，或许可以延长寿命。两位领导人竟轻松谈论起长生的秘方。消息传出后引发轩然大波，中国网管部门火速删除了相关讨论，但还是流出了谈话文字记录，外界哗然。堂堂大国领袖居然公开聊起靠换器官长生不老的话题，这在普通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。联想起国内无数失踪的青年，许多人不禁毛骨悚然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。虽然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这些失踪人口真的沦为权贵延寿的器官库，但当最高层似乎都在幻想通过换器官续命，原本疯狂的阴谋论也平添了几分现实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除了器官换命的猜测，还有更加赤裸的人口贩卖现实，令人心惊。2022年年初，中国社会曾被一桩铁链女事件震撼。江苏徐州一位农村妇女被人发现时，竟然被铁链锁在破屋里，神志不清，衣衫褴褛。她被拐卖到当地20多年，先后生下8个孩子，却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。更令人愤慨的是，当地政府最初发布的通报含糊其辞，试图轻描淡写带过此事，引发公众强烈质疑。最终真相大白，她正是一名多年前被拐的失踪女子。这起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，无数人开始质疑，在号称治安良好的当今中国，竟然还存在如此残酷的人口贩卖，而地方官员竟试图遮掩真相。如果不是热心网友将视频曝光，铁链女或许永远沉没在冰冷的失踪数据中。可见，每一个失踪的数字背后，都可能隐藏着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。当失踪人口频频增加，许多人直觉地意识到社会出问题了。这种现象往往不是孤立的，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个正在上演的剧目——返乡潮。今年以来，中国多地出现了反常的返乡热潮。往常每年要到农历新年前夕，外出打工的人们才搭上春运列车返乡过年。然而2023年刚入秋，广州、深圳、昆山等制造业重镇的火车站就已人头攒动，
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打工族提前几个月踏上了归途。离春节尚有数月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提早返乡？原因令人心情沉重，因为城市里没有活了。由于外贸订单锐减，工厂经营困难，不少企业提前停工放假。与其困在城市挣不到钱，坐吃山空，不如早点回老家，最起码衣食有着落，开销也小。就这样，提前回家过年成了无奈的潮流。有人拍下广州火车站的画面，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提前返乡的人潮，过道堆满行李，许多农民工神情落寞中带着一丝如释重负。这一幕令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，农村青年蜂拥进城打拼的景象。只不过，如今故事的走向倒了过来，他们带着失望和疲惫撤离城市。返乡潮背后是就业形势的严峻恶化。官方数据早有端倪。2023年夏天，城镇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一度攀升至 21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紧接着，当局竟宣布不再发布该数据，更加深了外界对真实失业情况的忧虑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一个不敢公布失业率的政府，问题恐怕已经严重到不堪对外言说。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屡见不鲜。一些年轻人自嘲为全职儿女，意指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待在父母家中啃老。还有不少名校高材生不得不放下身段送外卖，开网约车以糊口度日。更有人干脆逃离竞争白热化的一线城市，返回3、4线家乡，过起低欲望的生活。躺平、摆烂这类词语近2年大行其道，年轻一代用戏谑口吻表达着对现实的无奈与妥协。当拼搏也看不见未来，不如干脆躺下不干。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，正是对社会失望的一面镜子。另一方面，为了给自己博取一个稳定前途，报考公务员和研究生的人数也屡创新高。2024年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，有数百万人争夺不到3万个录取名额，竞争之激烈前所未见。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人数也逼近500万，再创纪录。不少年轻人宁可继续苦读考试上岸，也不愿走入低薪且不稳定的职场，形成了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，实际基层劳动力却短缺的怪圈。这种逆向挤压不仅造成了人才的浪费，也反映出年轻世代对现状深深的焦虑。返乡潮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在下降，人们已经用脚投票离开，也意味着消费市场的收缩和经济活力的流失。当人口红利消失，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，这个过去依赖廉价劳力和庞大内需的经济体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场巨变在经济领域酝酿，那就是房市崩盘。中国人过去坚信有房才有家，房价只涨不跌，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，也是无数家庭财富梦想的寄托。然而自2021年起，这个神话开始动摇。到了2024年、2025年，整个楼市更是每况愈下，陷入前所未有的寒冬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国商品房价格已连续3年多下跌，许多3、4线城市的房价较巅峰时期腰斩，甚至跌回10多年前的水平。曾几何时，一夜暴富靠炒房，如今却变成了一套住房降价抛售也无人问。据报道，一些偏远城市的新房即使降价40%也难卖出去，更有开发商祭出用大米、蒜头抵首付等离谱促销仍无济于事。房价的崩溃同时伴随着房地产开发商的连环暴雷，恒大、碧桂园等昔日地产巨头深陷债务危机，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烂尾，债权人维权风波不断。许多购房者花光积蓄买了期房，却遥遥无期等不到交房，无奈之下只得集体停止偿还房贷，上演了一场场断供潮。要知道，过去中国的购房者有多疯狂，如今就有多绝望。楼市一倒，牵连的是整个金融和财政体系。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依赖由来已久，土地财政几乎撑起了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半壁江山。然而房地产不景气，土地拍卖频频流标，地方财政顿时捉襟见肘。据估计，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可能高达数十万亿元人民币。早些年靠举债铺摊子、赌房价永远上涨的模式，如今难以为继。
债台高筑却没有足够偿债来源，财政困局已经直接冲击到民生。2023年初，多地传出公务员降薪和福利缩减的消息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在湖北、辽宁等省市，政府暗中下调了职工医保报销比例，结果激怒了退休老人。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上街头，抗议医保待遇被砍削，场面令人唏嘘。因为当经济风暴刮到最弱势的群体头上，问题已经无法再被粉饰。这也说明财政压力正从上而下传导，到了难以遮掩的地步。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重创了数亿中产阶层的财富梦。很多家庭辛苦奋斗，大半生买了2-3套房，本以为可以坐享其成，不料房价暴跌让资产大幅缩水，而贷款却一分不能少。有人无奈感叹，炒股亏的是收益，炒房亏掉的可能是一生积蓄。当楼市不再是提款机，反而变成无底洞，对消费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。如今社会上流行起现金为王的观望心态，大家能不买房就不买房，能不消费就不消费，经济运转因此更加乏力。经济下滑，人口外流，楼市失血，种种压力交织之下，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景象，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历史上动荡年代的一些缩影，陌生的是他们如今同时出现在号称盛世的中国。我们再来看看接二连三的社会异象。前不久，上海民政局跑到夜店为年轻新人举办结婚证颁证派对，如此荒诞的戏码居然真实上演，只为博取年轻人的目光，提高持续下滑的结婚率。现场 DJ 播放着劲乐，民政官员笑容满面为新人颁证，婚姻仪式被包装成夜间派对，引发舆论哗然。就连官媒前总编胡锡进也发文感叹，这种做法让人感到一种无奈，无奈背后其实是官方深深的焦虑。近年来，中国的结婚率、生育率呈断崖式下跌，年轻人不想结婚，更不愿生育。从严厉的计划生育年代走来，当局猛然发现自己正面临一场人口雪崩、劳动力减少、老龄化严重、新生儿数量连年创新低。为了扭转这一趋势，他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，办相亲大会，发放结婚消费券，给予生育补贴，鼓励企业给单身青年放假去约会，甚至连在夜店颁发结婚证这样的点子都想得出来。表面看五花八门的措施，浪漫又有创意，实则透着满满的焦虑。然而无论如何催婚、催生，年轻人的观念早已今非昔比。面对高房价、高教育与养育成本、就业压力和不确定的未来，许多人宁可选择丁克或独身，享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在，也不愿按照传统模式匆匆结婚生子。政府再怎么费尽心思，恐怕也难让这些年轻人改变决定。社交媒体上各种对现实的调侃和吐槽层出不穷，有年轻人办起学历葬礼，把大学文凭装进棺材拍照，哀叹自己的学历已一文不值。有人跑到寺庙祈求脱单或求职的好运，更有人索性在线摆烂，自嘲是最后一代。当代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着一句悲观的口头禅：人间不值得。听上去消极颓废，却道出了无数人内心的真实写照。当经济和社会双双降温，整体的社会心理也随之低迷。另一方面，治安和秩序也出现了令人忧心的苗头。2023年以来，几起恶性暴力事件刺痛了国人的神经。例如，福建有一名男子持刀闯入幼儿园，无差别伤害无辜孩童；广西接连爆出骇人听闻的碎尸案，各地偶有报复社会式的随机行凶。中国治安虽然总体上仍算稳定，但这些事件折射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部分底层民众的极端绝望。经济景气时，许多问题可以被掩盖，一旦经济转坏，积压已久的怨恨和压力就容易被点燃，以犯罪或骚乱的形式爆发出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面对乱象丛生的压力，当局对舆论的控制愈发严厉。网络上稍有风吹草动，比如有人统计失踪人口数据，哪里出现抗议集会的消息，都会被第一时间删帖消音。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在空气中弥漫。官方担心的不仅是那些具体问题本身，更是问题背后可能酝酿的民心思变。
回想2022年底那场震动全国的白纸运动，或许能对此感同身受。那是数十年来中国年轻一代首度自发走上街头抗议，他们高举白纸，无声抗议严苛的清零政策和言论审查。白纸象征着我有话说却不能说，是一种沉默的反抗。运动虽然规模不大，但蔓延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多个城市，引起国际社会瞩目。最终，政府在舆论和压力下突然放弃了清零防疫措施，算是对民意的一次让步，也一度平息了不满的声浪。然而，白纸虽然放下了，民众心中的困惑和不满并未真正消散。只要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依旧，新的矛盾迟早还会冒头。过去1年里，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不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。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后，受害储户集合维权要求偿还存款。贵州一辆转运隔离人员的大巴车深夜侧翻酿成惨剧，民众自发悼念却被驱散。多地烂尾楼盘的业主拉横幅讨要血汗钱，与维稳人员发生冲突。尽管这些事件最终都被当局迅速压制，对外封锁消息，但暗流显然一直在积蓄力量。看到这里，不禁让人联想起历史上朝代末期的种种乱象，内有民变，外有强敌，天灾人祸不断，统治者往往焦头烂额，顾此失彼。对今天的中共政权而言，内部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够棘手，外部环境亦挑战空前，像美中博弈、俄乌战争、台海紧张、周边地缘矛盾等等，都需要应对。为了转移视线，凝聚内部，中共近年愈发强调民族主义和外部威胁，从高调宣传抗美援朝精神，频繁军演恫吓台湾，到利用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煽动国内民意，一度出现民众抵制日货、打砸日企店面的过激行为。这些做法的逻辑如出一辙，即是让民众把怒火和焦虑指向国外，而非统治者自身。然而，玩火者终将自焚，过度的民族主义有时反而会反噬政权本身。一旦对外冒险失守，比如在台海或东海引发军事冲突，将给本就脆弱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。即便对外关系维持在紧张而暂时可控的范围内，内在的经济失衡与民生困顿也不会自行消失。短暂的狂热过后，人民终究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现实。正所谓爱国不能当饭吃，当肚子饿了，口袋空了，再高涨的爱国激情也会退烧。到那时，一种更大的失望将席卷而来。实际上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共政权仰赖着一种不问政治换取发展的社会契约，民众愿意忍受严厉统治，只要经济年年向好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过。然而今天，这份契约正在瓦解，房子不再保值，工作朝不保夕，未来看不到希望。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在快速崩塌，信心比黄金更珍贵。可如今，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普通家庭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都跌到了谷底。国际资本加速撤离，中产阶级缩减开支自保，很多人干脆把存款换成黄金或外汇藏在家里，生怕一夜之间财产贬值。这种全方位的信心危机，比任何经济数据的下滑都更令人胆寒。更值得警醒的是，一些人已经在用脚润出国门、润学这个新词在年轻一代中流行。润是英语 run 逃跑的谐音，指想方设法移民他国。近年来，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波移民潮，高收入的企业主、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，只要有条件，都在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退路。疫情期间，政府一度收紧护照签发和出境审批，被质疑是为了阻止人才与资金外流。当社会精英阶层都对国家未来失去信心，纷纷准备后路时，这个国家的前景就更加令人忧心。看看当下的中国，大众的精神面貌可谓跌至低谷。有评论归纳出了当前流行的几个关键词：躺平、摆烂、润。前两个代表很多人选择放弃奋斗，自我麻痹，最后一个则干脆逃离故土，另寻希望。这些流行语的背后，是千千万万年轻人对现实的无奈写照。曾几何时，实现中国梦是人们信奉的主旋律，而如今，更贴切的描述却像是一场集体噩梦。
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挫败感和虚无感，仿佛大家都在静静等待某种终局的到来。楼市萧条的种种场景更渲染了这种末日氛围。有人形容，如今一些城市的夜晚，整片的新建高楼黑灯瞎火，站在高处往下望，灯光寥落，如同一座座死寂的鬼城。从卫星拍摄的夜间照片也可以看到，中国许多新区的亮度远不如10年前，有的地方甚至大半住宅区夜里都漆黑一片。河南、东北等经济低迷地区，一些年轻人自嘲自己的家乡是避世天堂，没产业，没压力，混日子倒也清静。玩笑的背后是苦涩，因为城市留不住人，县城又给不了他们未来，他们只能用调侃来安慰自己。纵观当前种种情势，中国似乎正处在一个多重危机交叠的十字路口。失踪潮反映出社会安全感的崩溃和体制信任的流失，返乡潮与失业潮显示经济引擎熄火，年轻一代对未来绝望，房市崩盘动摇了金融体系和地方财政的根基，而社会异象频发则意味着整体机制的失灵。当连婚育这种私领域问题都要靠行政手段来硬推，当普通人只能用自嘲和调侃来释放压力，说明这个体制已无法为人民提供实质性的前进动力和精神寄托。许多人感叹，中共政权正面临一场灭顶的危险。一个形象的说法是，当前的中国就像一艘超载的巨轮，在暗潮汹涌的海面上摇摇欲坠。人口、经济、社会、政治，每一根支柱同时出现裂缝，海水正从四面八方涌入船舱。如果不迅速补漏减载，巨轮倾覆只是时间问题。当然，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变数，一个政权的垮台从不是单因某一两个因素，而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死亡螺旋的开端。经济低迷导致失业增多，失业潮引发民心不稳，民心不稳又进一步削弱了投资和消费信心，从而让经济更加低迷。房地产、金融、人口、外交，每一环都在拖累其他环节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中共执政已逾76年，在这漫长岁月中，经历过文革浩劫、八九震荡，90年代下岗潮，也曾凭借改革开放的红利渡过难关。然而这一次的困局性质截然不同，因为过去中国尚有增长潜力和年轻人口可以挥霍，国人对未来仍抱有期待，而如今人口红利耗尽，经济动能衰减，统治者却依旧沿用高压维稳和老套的发展模式，不愿进行深层次改革，这就让矛盾日积月累，终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。未来会怎样，或许谁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现状持续恶化下去，本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中国极可能迎来一次历史性的转折。无论这转折以何种形式到来，是不破不立的改革也好，撕裂动荡的崩塌也罢，几十年累积的问题终将迎来清算。对普通中国人而言，这无疑将是一段充满挑战的岁月。有人盼望变革，认为破而后立才有新生，也有人担心乱局，害怕社会秩序全面崩解。在巨变真正到来之前，一切都尚未成定局，但历史车轮只会向前，压抑太久的矛盾最终会找到宣泄的出口。环顾世界，20世纪末的苏联是前车之鉴，在经历多年停滞和社会信念崩溃后，这个红色帝国突然宣告解体，结束了长达74年的共产党统治。东欧巨变前夕，各国也都经历了经济困境、民心涣散、人口外流的状况，与今天的中国颇有几分相似。再往前看，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在内外交困中土崩瓦解，通货膨胀失控，官员贪腐成风，民心尽失，最终兵败如山倒。一党专政的寿命往往不会太长，因为缺乏自我纠错机制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中爆发。中共领导层其实对此心知肚明，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提到苏共垮台的教训，对苏联解体的悲剧念念不忘，警惕着成为下一个戈巴契夫。然而历史吊诡的是，越害怕什么，往往越容易因为过度紧张而重蹈覆辙。为了防止苏联式解体，中共选择了更集权、
更封闭，将一切不满扼杀于萌芽状态。但如此高压的副作用是让压力在体制内不断累积，一旦所有出口都被堵死，最终很可能以更猛烈、更不可收拾的方式爆发。那倒数的钟声会在何时敲响？也许没有人能精确预言。然而可以确定的是，如果不顺应民意进行变革，危机就会一天天加深，直到某个临界点突然到来。届时，中国社会可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巨变，或许是经济崩盘引发金融海啸，或许是某起民众抗争点燃全国怒火，也可能是权力斗争失控，导致统治集团自身的瓦解。无论结局如何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注定要经历一场震荡。古语有云：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70多年前，中共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政权，建立了新中国。如今，他走到古稀之年，当年的蓬勃生机已逐渐被暮气和危机感取代。这或许并不奇怪，正是历史周期律的体现。还有句俗语说得好：上帝要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当前中国决策层的一些举措，在外界看来近乎疯狂，从不计代价的极端清零到与主要经济体对抗脱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末日前的狂乱？那么，中国会否真的滑向灭顶的深渊，亦或能在悬崖边缘及时勒马？我们当然希望能有转机，但希望只眷顾那些勇于直面问题的人，而非一味掩耳盗铃者。直至今日，中国执政当局仍试图以宣传粉饰太平，以高压打击异议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。可以预见，未来围绕中国社会存亡的较量还将继续深化。或许正如有人所言，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旧时代的结束，同时也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序幕。倒数的钟声一下一下回响，我们只能睁大眼睛拭目以待，等待最终答案的揭晓，等待历史写下新的篇章。